界第一人飞升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沈不贤再也不卷了。姓名：沈不贤，籍贯：青云界东周落霞山。飞升方式：功德圆满，天道延矣。报考岗位：什么岗位？仙界基层仙职统一招录考试。仙界考公？我修了1000年，我斩妖800，渡劫99次，天道亲自给我开门，然后你告诉我，我还得考公？天道只负责飞升，就业不归他管。仙界考公系统已绑定，新手任务：成功报名蟠桃园临时协管员，任务奖励：仙界建筑证。建筑证？我都飞升了，怎么还得办建筑证？注意秩序，不要喧哗。我真是功德飞升，不是偷渡，你们查查啊！下一个。家的温暖没感受到，排队办证的窒息感倒是挺熟悉。这队伍一直这么慢。第一次飞升吧？你飞升多久了？3年。还没办完？不是，我已经飞升3次了。第一次材料不全，第2次照片不合规，这次我特意带了2寸免冠祥云照。飞升证明？什么飞升证明？证明你飞升了。我人都在这儿了。人到了不代表流程到了。我现在拔剑算袭击公务人员吗？扣功德，禁考3届。我热爱流程。兄弟，别冲动。我第一次就是因为顶撞窗口被退回去重新渡了一次劫。2楼3号窗口，先盖章，材料补齐再来。下一个。成仙了，要有仙人的格局。检测到宿主已具备报名资格，是否报名蟠桃园临时协管员？不报。未报名者7日后将失去仙界临时留修资格。报。报名成功。当前报考人数3000万01。兄弟，你也报盘花园？你是？扫天，成精3000年，现报考凌霄殿保洁岗。盘花园是我第2志愿。你一把扫把为什么也要考公？不考公，难道一辈子当扫把吗？别灰心，咱们能飞升就说明命硬，只要命够硬，总有上岸那天。我在人间修了1000年，斩尽妖魔，熬死仇敌，终于飞升。结果上来第1天，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一把扫帚。根据宿主当前基础，建议报名仙界考公冲刺班。我沈不贤，人间第1剑仙，青云界1000年第1人。我考个蟠桃园临时协管管，还需要辅导。模拟测试开启，上级私摘蟠桃怎么做？立刻阻止。错，正确答案，记录证据上报。这也错。库存不符如何处理？记录证据，按流程上报。错误，正确答案，回避并了解遗留问题。这不就是造假？这叫材料润化。辅导班在哪？南天门往东3里，上岸先途教育。飞升不是终点，上岸才是归宿。很好，仙界第1课，放弃做人。要回答考官想听的东西。很好。沈不贤仙友，你是？我是你的辅导老师白小卷。老师好。你是人间飞升剑修，斩妖优秀，功德高，实战很强，所以我基础不错。所以你问题很大。啊？剑修主观性强，流程意识弱，攻击性高；飞升者自尊心强，服从性差，功德高易自满，这是面试大忌。那什么叫适合岗位？稳定可控。仙界招录基层仙职，不是为了找一个能改变世界的英雄，而是为了找一个能填表、能背锅、能加班、能微笑面对投诉，还不会突然拔剑的人。面试第1原则，不要说真话。老师，那第2原则呢？把假话说得像真话。第3原则呢？不要让沈不贤士考生自由发挥。兄弟，别难过，至少你已经成为教学案例了。谢谢，并没有被安慰到。报考盘国园协观点，大家自由作答。我热爱仙界农业，愿为蟠桃产业出力。不错，有情怀，有格局。我对蟠桃有感情，想扎根基层服务。很好，有情感，有落点。我擅长清洁，盘国园适合发挥特长。非常好，结合自身优势。沈仙友，请你回答。因为他看起来最清闲。沈仙友，你这种回答在面试里是致命错误。可我说的是实话。所以才是致命错误。想混日子说成坟层奉献，不会就说正在学习，领导错了就说上级有更高维度考量。那领导真错了呢？先理解，理解不了；先执行，执行出事了；先总结。仙界不是无妖魔，只是妖魔让你写总结。模拟面试将在明日开启，请宿主尽快掌握保命话术，失败惩罚扣除1000功德。我以前以为天雷最讨厌，现在发现提示音更讨厌。记住，面试3不要，不要说实话，不要反问考官，不要拔剑。如果考官先犯贱呢？你看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兄弟，我紧张。你一把扫把紧张什么？我怕考官问我为什么想上岸。你就说不想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。好有力量。沈不贤，人间飞升者，剑修，功德极高，履历很亮眼。感谢组织认可。看来你培训过。我一直重视自我提升。你为什么报考蟠桃园临时协监管？
蟠桃园是仙界重要的基础资源保障单位，我希望扎根基层，在平凡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不错，有觉悟。如果私摘蟠桃的人是你的直属上级呢？我会更加谨慎的核实情况。如果核实属实呢？我会按照制度上报。如果上报后没有结果呢？那说明流程还在推进。如果推进300年都没有结果呢？那我会继续相信组织，但我也会合理怀疑，这个组织是不是被桃子噎住了？请注意你的表达。我的意思是，流程可能存在梗阻。基层先职遇流程阻隔，该怎么办？人间有个村子，妖怪吃人，村民上报多次，各级都在推流程，拖到最后只剩1个孩子。后来我没等流程，去杀了妖怪。这里是仙界，不是人间，所以我才一直坐着。如果在人间，我现在已经把剑了。你这是在威胁考官？不是，我是在努力克制。老师，沈兄能过吗？看命，看他的命，看考官的命。等等，见过太白星君。坐。沈不显，青云界飞升者。不错。你是老夫太白金星，久仰。久仰什么？久仰您很会劝架。这个人录了。星君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此人风险太高，难以管理。风险高说明能力强，可他流程意识太弱，所以安排去蟠桃园基层锻炼。这不是录用，这是挖坑。年轻仙，不要怕吃苦，吃苦是福。那这福给你，你多吃点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就他了，蟠桃园临时协监管，试用期300年，明日上岗。恭喜宿主成功通过面试，获得岗位盘国园临时协管员，获得临时先职身份。待遇呢？试用期300年，住宿按分配，岗位较高。系统，你说实话，我是不是被骗了？沈兄，你过了。年轻仙，别紧张，先看看仓库。库存10万颗蟠桃，上10万颗，仓库3颗半。你管这叫蟠桃园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这个人很讲流程，从现在开始，谁拿了桃，自己滚回来填表。年轻仙，别激动，这是正常损耗。10万颗损耗到3颗半，仙界的自然比较损耗。这牙印挺新，可能是老鼠。最近一次出库99996颗，用途上级临时调用，经受人逮捕、审批人逮捕、领用人逮捕。这3个逮捕是什么意思？流程还在完善。沈协管，要不你先熟悉熟悉工作。历史库存问题自愿接收说明。新人嘛，总要体现担当。你疯了！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别人给我的锅，我不背。沈不贤，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意思？那就更不能背了。你刚飞升，根基不稳，非要得罪人。我刚飞升，没洞府，没俸禄，没香火分成，连住都证都是临时，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？沈不贤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这件事不是你能查的。巧了，我在人间查案的时候，妖怪也经常这么说。桃怎么会说话？桃不会说话，但我可以让它的主人说话。沈协管，第一天上班就闹这么大，请副园长谨慎解释一下，这半颗桃是谁吃的？自然损耗。你们仙界自然挺馋啊。沈不贤，你不要以为自己是飞升剑仙就可以在蟠桃园放肆。我只是查库存，库存问题自有上级统筹处理。什么时候处理？等流程。流程到哪儿了？正在推进。从账册看，至少推进了700年。有些账不是你这种新鲜能看的。那你们招我来干什么？你在教我做事？不是，我在请你做人。今天开始，蟠桃园库存异常核查就由你负责，3日内交报告，查不清你担责。我若查清了呢？算你大功一件。空口无凭，你什么意思？写下来。仙界办事最讲流程。满意了？不太满意。你还想怎样？监管不力处置太过笼统。我今日刚上任，只监管今日，700年旧账不该归我。核查期间，历史遗留问题不归责于沈不贤。副园长果然明事理。 3天后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查。 3天用不了，什么意思？半天。蟠桃还会喝酒。沈协管，要不算了吧？每任新人都查过，最后都没结果。为什么没结果？因为有结果的都调走了，轻一点去天河捞淤泥，重一点去雷部尸皮岗。你们知道桃去哪儿了吗？沈协管，那个方向是什么？仙宴小馆。干什么的？
盘后园内部接待处。今年新来的那个协管，听说挺横。飞升者嘛，刚上来都这样，以为拔剑就能解决问题。让他查，3天后查不出，刚好把库存问题扣到他头上。10万颗桃，他背得动吗？挺贴心，自己把台词都说完了。沈协管，里面都是有品阶的仙官，几品？最低也是7品。7品抗奏吗？你是什么人？蟠桃园临时邪骨园。新来的，不去仓库填表，跑到这里做什么？查老鼠。你说谁是老鼠？今日你冲撞仙官，本该治罪。念你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把门关上，给诸位仙官赔个不是。懂了。你敢羞辱我！放肆！拿下他！下一件就没这么简单了。沈不贤，你闹够了吗？副园长，此人擅闯仙宴小处，殴打仙官，破坏公务接待。你有什么解释？我查到桃了。你一个临时协管员，有什么资格调查我们？副园长授权，蟠桃园库存异常专项核查，由我负责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这桌蟠桃确实是公务接待临时调用，手续呢？稍后补足。记什么？仙宴小度桌上蟠桃为公务接待临时调用，手续未齐，稍后补办。沈不贤，副园长放心，我这个人很讲流程。来，签字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偷桃的老鼠。沈不贤，我脾气已经比在人间好多了，你别逼我进步回去。对了，这桌蟠桃我要带走。凭什么？物证，给他。沈协管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查调拨。盘国园账房在东侧偏殿，偏殿不大，禁制倒不少。第1层防火，第2层防盗，第3层呢？防沈不贤。第3层什么时候加的？刚刚。我刚上岗1天，蟠桃园效率终于用在正地方了。那现在怎么进去？要不我们先申请？向谁申请？账房主目。账房主目在里面。想进账房要主簿批准，想找主簿批准要先进入账房。仙界流程果然博大精深。沈协管，这里不能砍。为什么？损坏天庭公共设施，要赔。赔多少？按先预算。那算了。这是什么？账房灵猫进出的洞。灵猫？账房养的，专门防老鼠。蟠桃仓库也有老鼠，怎么不养？可能老鼠级别太高，灵猫不敢抓。你能进去吗？对，我是一把扫把，不是钥匙。进去找账房主簿，让他开门。他要是不愿意呢？那你就开始扫地。扫地有什么用？这里面放的都是账册。我误了。你扫慢一点叫清洁，你扫快一点叫事故。哪来的扫把？快拦住他，他出账册去了！为了凌霄殿保洁岗，冲啊！谁放的扫帚？我。沈不贤，在下奉副园长授权，核查库存异常。沈不贤，你快让他停下！他只是清洁，这叫清洁。扫慢一点叫清洁，扫快一点叫事故。找到了，还给我！99996颗蟠桃转入仙宴4临时库，仙宴4临时库转入私人贺礼名册，贺礼对象太白金军寿宴预备。你不能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了就活不久了。我在人间活了1000年，主要靠不听劝。沈不贤人赃俱获，擅闯账房，破坏原始账册，对账房主簿动手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副园长，他抢账册毁证据，还打我，不是这样的。你闭嘴！你来得挺快，因为我早就知道你会闹事，所以你提前带了监察先例。对，也就是说你不是来查账的，你是来抓我的。你现在明白已经晚了。沈协管，副园长，我问最后一个问题。说，太白金星的寿宴什么时候办？看来我问对了。拿下！你们是不是忘了，我能通过面试，不是因为我会答题，是因为我真的能答。蟠桃园账房原始调拨记录：99996颗蟠桃转入仙宴4临时库，转入私人贺礼名册，贺礼对象太白仙君寿宴预备。老家伙爱吃寿桃是吧？我给你送份大的。
沈协管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送礼。你不是要拿这些蟠桃当物证吗？是啊，物证也得体面。你真要去找太白星君？对，拿着这几颗桃，还有半颗。沈协管，我觉得这不像送礼。账面上看，黑锅直指太白金星，但他老谋震算，不会把把柄留在明面上。所以这3页纸要么是证据，要么是饵。多半是有人故意抛饵，想借我缠住太白金星，搅浑局势。如果太白金君不认呢？那就让他认别人。你是想让太白金君自己说出这批桃是谁送来的？总算有个会动脑子的。我也有脑子。没事，我没有。想清楚，现在去的地方是太白金星府。蟠桃园临时协管员沈不贤拜访太白星君，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星君事务繁忙，不见无预约访客。那我送礼。你管这个叫礼？千里送桃，礼轻情意重。你在戏弄星君，这是提醒。让他进来。沈协管，请。他真让我们进去了。礼送对了，自然会见。沈小友，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。见过星君。坐。这位是扫天，成精3000年，报考凌霄殿保洁岗，目前盘花园案临时协助人员。现在扫把都这么上进了，不考公一辈子被人握在手里。有道理。星君，这半颗桃您看看眼熟吗？蟠桃？对，被咬过。对，不是老夫咬的。仙君认得挺快。账上写蟠桃园99996颗蟠桃，最后转入了新君寿宴预备。这账做得很漂亮，漂亮到不像假账，漂亮到像是专门给你看的。老夫真要拿蟠桃，不会把名字留在原始记录里，所以我来了。你不是来问老夫认不认账的？仙君不认，我就让仙君认别人。你是想让仙君自己说出这批桃是谁送来的？对，你倒是会借刀。我刚飞升，刀少，只能借现成的。你想要什么？第一，查验权限，蟠桃园、仙宴司还有相关付账，我都要查。你倒是不客气。星君也不是请我喝茶的。第二，给扫天一个凌霄殿保洁岗面试名额，他今天立功了。可以。我出息了，我一把扫把终于有面试名额了。第三，给我安排住处。你绕这么大一圈，最后是为了住处？不然我睡仓库吗？哎，给你飞升公寓，单间，能带炼丹炉吗？公用的。有独立卫浴没？别太贪心。也行，单间就单间。你可是人间第一剑仙，怎这般计较住处？我在人间住了800年山洞，飞升还住山洞，那不白来了？这是临时查验令，凭此令，你可以查蟠桃园、仙宴司与部分功德流转付账，但记住，只有7日。7日后，如果你查不出东西，这块令牌就会失效。沈不贤，这件事会得罪很多仙，你可能会丢掉仙级机会，甚至被打回人间。星君，我在人间那1000年不是靠机会活下来的，我是靠剑。沈协管，这里就是仙宴司，是不是感觉很严重？难怪这么像。仙宴司重地，闲杂仙等不得入内。有失先帝文书。查账。原来是奉令查验，里面请。令牌真好用。所以很多仙不修剑，修关系。沈协管大驾光临，有事远迎。你认识我？现在蟠桃园谁不认识沈协管？这是夸吗？不太像。查账不急，先吃点东西。有毒吗？沈协管说笑了。碰一下。沈协管真谨慎。在人间被下过毒几次？记不清了。99996颗蟠桃从盘国园转入仙宴司临时库，我要查这笔。哎，这事儿我知道。你知道？知道。但这批桃虽然进过仙宴司账，却没有入仙宴司库。蟠桃出库按流程先挂我司临时库，但同日已被功德司划走，所以仙宴司只是过了一道证。真正接收方是功德司。你们一个个还挺谦虚。是。蟠桃园推给你们，你们推给功德司。那仙宴小院桌上的桃是哪儿来的？那是内部接待临时周转。手续呢？别告诉我又在流程里。接待损耗账里补出来的。把玉简给我。沈协管，这东西不好带走。这算功德司付账吧？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麻烦。庞主事，听说盘花园新任协管员在这里，陆某不请自来，没有打扰吧？你是功德司副使陆玄章。沈协管久仰大名，我飞升才2天，能在2天内
把蟠桃园账房鲜艳司搅得天翻地覆，沈协管值得9万。陆副使来的这么快，看来消息挺灵。公德司负责资源流转监管，鲜艳司出现异常，我们自然要来。什么异常？有人私自泄露功德调拨付账。我奉令查账。查验令我知道，太白仙君签发的临时查验令，但沈协管，你可能不清楚，公德司账目涉及天庭核心机密，太白仙君的令可以查付账，不能带走付账。所以呢，请沈协管交出玉简，并说明付账取得来源。原来流程还能这么……历史遗留问题还挺多，都是老问题，不要太较真儿。你知道我今天干了什么吗？新来的临时仙还能干什么？写了什么？别查清平镇。有人不想你查，那就说明该查。功过分明。功德司负责审核功德，很多基层小仙辛苦做事，最后都卡在材料上。功劳用流程卡住，过错用流程甩锅，明白的很。沈协管，陆副使已等候多时。他怎么知道我会来？陆副使说，沈协管不是会知难而退的人。他还挺了解我。这里好安静，功德司里最好不要多说话。忙得像没有感情。沈协管，昨夜睡得可好？挺好。人才公寓住的习惯吗？陆副使消息挺多，功德司掌管流转信息，自然知道的多一些。但你知道我房里有鹤吗？这倒不知。你们信息系统也不太全。沈协管今日来是想查什么？查蟠桃调拨。可以。取近300年与蟠桃有关的功德调拨付账。这么配合，功德司行事一向清正，只要合规，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不能给你看。那我想查清平镇。清平镇，有人不让我查。天庭偶有宵小，喜欢故弄玄虚。那能查吗？当然。取清平镇档案，清平镇灾厄解除，功德补偿300。第2年，清平镇灾厄解除，功德补偿300。第3年，还是清平镇。你们正史闭关多久了？500年。那这500年都是你管事，代行部分事务。部分是多少？沈协管，这与蟠桃案无关。懂了，一般不方便说的都叫无关。清平镇档案。沈协管，请。你太镇定了。功德司档案，经得起查。清平镇土地王守福30年前平妖有功，功德发放暂缓，原因梦境引导不规范。4年王守福上报灾异未除，批复重复上报退回。第3年材料格式错误退回。第4年全镇百姓死伤惨重求援，措辞。第5年无记录。第6年清平镇土地职位空缺。王守福去哪儿了？档案显示，清平镇土地职位空缺。我问王守福去哪儿了？王守福去哪儿了？档案显示，清平镇土地职位空缺。我问王守福去哪儿了？基层土地更替频繁，功德司不掌握去向。沈协管，仙界很大，每天都有小仙离职、失踪、转岗、陨落，功德司不可能一一追踪。那清平镇百姓呢？他们连续祈愿30年，你们账上连续处理30年，原始祈愿不给看，影像档案是假的，土地履职记录显示灾厄未除。陆副使，你们到底处理了什么？清平镇原始祈愿涉及凡人魂生，按功德司规制，不宜由临时协会员查阅。不给看？不是不给看，是权限不符。见过文正使。正使怎么出来了？功德司大殿吵成这样，我还不能出来？怎么回事？正使，此事尚未核实，沈不贤只是看到部分副党，便公开散播，扰乱秩序。那就核实。这个文正使什么来头？听说他以前很厉害，功德司最早的账就是他立的。那怎么闭关500年？不知道，也有人说他不是闭关，是被架空了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原始祈愿，凡人真正求告的声音。这不是档案里的清平镇。档案里山清水秀，原始祈愿里满镇求救。五弟，救救我！
清平镇土地王首府第13次上报，妖祸未除，百姓死伤过半，请功德司准许动用护城功德，请秦皇司派兵。材料格式不合规，退回重写。格式都什么时候了还格式？清平镇土地王首府最后一次上报，若上界仍无回应，请至少记下：清平镇百姓不是灾祸已除，是无人来救。为什么我没见过这份原始祈愿？正是闭关期间，事务繁杂。为什么清平镇账上是圆满处理？清平镇百姓不是灾厄已除，是无人来救。为什么我没见过这份原始祈愿？正是闭关期间，事务繁杂。为什么清平镇账上是圆满处理？底下人录入有误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每次出事，底下人都挺忙。偷逃是底下人自然损耗，假账是底下人录入失误，死人是底下人流程不规范。陆副使，你们上面的人是不是只负责坐着？我要求功德司公开重审清平镇案，追回30年被冒领的功德资源，查清蟠桃、香火、基层补贴最终流向，给王首富和清平镇百姓一个交代。此事绝无重审可。此案牵扯30年功德调配，重审必将冻结所有相关账目，多方仙门机构皆会受到牵连，还会致使凡间祈愿、功德发放全面停滞。为一座覆灭小镇，你要牵动整个天庭格局吗？如果功德发放真停了，我们那边还等着批复。你说错了，不是我要拖天庭下水，是你们早就在水里了。幼稚！天庭不是靠热血成，冤案哪能都查到底？为死人讨回公道，活人就能过得更好？功德司一停，他们发不了功德，批不了祈愿，管不了灾厄。你今天爽了，明天坟间就得死更多人。所以你就瞒了30年。正是，我是在维持功德司运转。靠死人维持，靠取舍。陆玄章，功德司的账是用来记功过，不是用来藏尸体。正史教训的是，封存清平镇案所有相关账目。是。清平镇案，我亲自重查。公开吗？此案牵涉太大，要上报凌霄殿。沈协管，我们真要上殿？清平镇的人等了30年，现在该轮到天上等我们。沈协管真要上殿了？清平镇等了30年，总得有人上去说。凌霄殿地面看起来挺干净。先别惦记岗位，我只是职业观察。清平镇功德案上殿。文道恒，臣在。说，陛下，清平镇案牵涉30年功德调拨，不可贸然公开重审。一旦全面清查，凡间祈愿审核延误，基层功德发放停摆，牵连甚广。臣并非阻拦，只是请陛下慎重。陛下，不如成立临时核查组，由功德司正使文道恒主理，沈不贤协查，陆玄章暂避清平镇相关账目审核，以示公正。陛下，臣若暂避，功德司日常事务无人统筹，此时清查恐怕会影响功德司正常运转。终于急了，我还活着。臣闭关多年，确有失察。清平镇案，臣愿亲自重查。沈不贤，臣在。你愿入临时核查组？有编制吗？陛下，查案归查案，身份要说清楚。我现在还是临时协管员，盘他园那边还等着把锅扣回来，功德司这边也想抓我，仙宴司那边不敢说话。我总不能一边查天庭大案，一边担心暂出正过期。你想要什么身份？正式仙级申请资格。核查期间不受庞罗园调派，功德司不得以内部条例扣我。查案期间有临时执法权，住处保留，
最好配饭。还有我的凌霄殿保洁岗面试名额。你想入凌霄殿保洁岗？想。为何？因为凌霄殿地大，灰尘少，发展空间广阔。这谁教你的？白小娟老师的面试话术。准。成立清平镇功德案临时协查组，陆玄章暂避清平镇相关账目，凡涉案账目皆需配合。沈不贤，你看功德司牌匾，虽事出有因，但不可不罚。我知道，重铸牌匾。新匾写什么？有错就改。太白，传下去。功德司新匾就写这4个字。若最后查出此案牵涉甚广，阻力重重，你还查吗？陛下，我在人间修剑时，师傅教过我一句话。什么？砍一只妖怪叫除妖，砍一窝妖怪叫除魔。这里就是飞升者服务中心。对。怎么感觉你很熟？熟，像回到噩梦老家。兄弟，你还没办完。这次说我祥云罩背景太亮，兄弟，你混得可以呀，都带老乡来办业务了。查改字库，查档需要取号，取什么号？查档业务丙字窗口，取完多久办？当前办理丙字41号，你大概是丙字13872号。加急呢？2楼申请，云梯坏了。你干什么？帮你们优化流程。兄弟，猛啊！各位，这台机器坏了。它没坏。让一个奉旨查案的人取13872号，还说没坏。办证3年，照片退回，材料重填，窗口互踢，号排到死。你们觉得它坏没坏？谁在闹事？我。太白星君，文正使。我要查鬼字库。可以。不取号。奉旨查案，取什么号？这里好阴。鬼字库都是临时飞升人员旧档。外地先仓库。这怎么找？鬼字库按取号顺序归档。鬼字98211号。去找这段档案箱。我这个号比功德还长。鬼字98211号至98300号。这是我刚飞升时的号。本凭证不代表已入仙籍。找到了，藏得挺深，注入先例。升仙考绩名次副本。清平镇，灾厄已处理，残垣已清理，功德可转入考绩。长柳村、白水渡、黑石乡、青芦岗，不是一处，是很多处。不好，主管，功德寺的人封了服务中心，说这里混入伪党，要全面清查。陆玄章要把我们困在这里。来得真快。你和青苗带着他从后门走。不行，他们盯的是你，所以你们才走得掉。那你呢？你又要干什么？我从正门走。沈协管，把名册送出去。是。陆玄章在正门，让他知道，取号机不是我今天搬的最大人。沈先使，你查得很快，你赌的也很快。飞升者服务中心发现伪造档案，功德司奉命协查，暂封此地。奉谁的命？功德司内部应急令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已经暂避清平镇相关账目？我避的是清平镇案，不是飞升者服务中心伪档案。厉害，一个案子你能拆成10个，拆完每个都归你管。规矩如此，请沈仙使交出名册。为防伪党扩散，必须交于功德司封存。封存到哪里？功德司密库。然后呢？内部核验。也就是没下文。你想去哪儿？上殿问。走。牛兄，帮个忙。办啥？取号机吗？凌霄殿内岂能搬取号机？你要不要先取个号再反对？取号机也算证据？算。陛下，比照妖镜好用。陛下，此名册来历不明，且只是副本，臣请求功德司、考进阁、监察司3方共同验真。陆副使，
你这话翻译一下，是不是又要拖3个月？沈不贤，凌霄殿上不容你随意揣测。那不揣测。陛下，飞升者服务中心鬼字库原封未动，档案箱也搬来了。名册从臣的临时飞升资料中找到，经手归档的人证都在殿外。陆副使说来历不明，那就当殿问。选飞收者服务中心主管。臣飞升者服务中心主管杨启拜见陛下。给字库档案可由你负责？是。名册为何在给字库？臣不知。鬼字库归档后，会不会有人随便放东西进去？按流程不会。说实话，不会。每个档案箱都有入库留印。功德寺第3流转组许成平，难道说是许成平所为？别急，藏进那个刚飞升的检修档案里。此人功德厚，身份低，若日后出事，最好用。鬼字98211号是我的号，但名册不是我的东西，他能加进我的档案，说明有人从我刚飞升开始就准备让我背锅。陆玄章，臣在。斋戒。陛下，臣的谕戒是功德司副使职意，涉及私务权限，不宜当众摘除。不敢摘就说不敢摘。沈不贤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我就进了，你能怎样？不敢摘就说不敢摘，沈不贤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我就进了，你能怎样？陛下，臣的黑玉戒是功德司副使职意，涉及付账封存、资源调拨与日常批复权限，若当众摘除，恐影响功德司运转，又运转上了。功德司正使还在，副使权限可以先停。摘下来。终于舍得了。监察司奉旨验印。功德司副使职意，付账封存权限，传讯拦截权限，升仙考绩名册加密钥。陛下，这不是单纯旨意。陛下，功德司副使负责多司对接、资源流转、考绩对接、传讯归档，权限本就复杂。复杂就继续查。继续验。加密要匹配。要是对上了。陆副使，我按吩咐把名册藏进沈不贤档案了，可沈不贤开始查清平镇了，我会不会被灭口？陛下，许成平畏罪之下胡言乱语，构陷上官，并不可信。你反应挺快。许成平传讯，未入正常关账，记录显示已拦截，已消档，权限来源黑玉界，现在还叫畏罪购置？名册若现，按围党处理，沈不贤可做临时责任人。陆玄章稳住功德司。陆玄章即刻暂押候审。臣遵旨。陛下，你还想查什么？考绩阁，升仙考绩名册，从名字看，就不该只问功德司。考绩阁不比功德司更难，那地方管的是谁能上去，谁该下去，那就更该查。这里好冷。考绩阁管升降，冷一点正常。管谁上去谁下去，难怪比功德司更安静。这里不用吵，结果会替他们说话。查升仙考绩名册源头，查榜业务需提前预约，奉旨查案也要预约，紧急查榜需3司会签。清平镇功德案临时核查组奉旨查验，请入阁。流程怕的不是道理，是更大的流程。见过太白星君、文正使、沈仙使、裴主簿。考绩阁已知凌霄殿挥令留痕，
会依法配合核查。我要查这份名作的源头、生成时间、调用权限、关联总状。可以查本格留痕，但功德来源由各司上报，考绩阁只做折算。只做折算，这话听起来就很安全。考绩阁只收结果，不问来源。来源是假的呢？来源私属负责。来源私属，你们把假结果变成升迁依据呢？考绩阁依据流程办事，你们先结真爱流程。清平镇记录来源为功德司，状态灾厄已处理，残怨已清理，对应功德补偿，可折算入升仙考绩分。死人求救，滚一拳就成了别人升官的分。残怨已清理，谁判的？功德司风苑阁同步状态。考绩阁不复核？考绩阁读取状态。这就是你说的不问来源。这是清平镇考绩折算路径。来源私属，责任人自断，可替换？责任人还能替换？责任人替换自断，用于处理跨司争议、历史遗留问题，临时人员接管，这是考励阁风险控制机制。风险是指事，还是指人？二者皆可，也就是事出问题就换个人负责。打开，此柜涉及考励阁内部分矿，奉旨核查，涉清平镇案，不得阻拦。临时责任人候补沈不贤，条件：外地先，临时协官员，功德后，无正式先级，用途：名册暴露后承担阶段性责任。他们选我，还挺认真。责任人替换池只是风险画像，并非定罪。沈先生确实符合条件，新飞升无正式先级，短期接触案源，这不就是找背锅的？查建池记录、修改记录、接入记录，一起查。建池记录涉及考绩阁最高权限，那正好。考绩阁内部维护记录，外部接入记录。天恒司。查天恒司接入记录，天恒司不接待临时核查，只接收上级稳定风险通报。翻译一下，就是不让进，也可以这样理解。奉旨协查，天恒司配合。谕旨无误，但入司需先过稳定预诊。谕旨也要预诊？谕旨也可能影响稳定。天恒司已知临时核查组来意，那就开门。天恒司只看稳定，不看争议。考绩阁负责人替换池由天恒司介入。我要查源头、审批人、用途，对应预案。这不是案卷，是稳定风险预案同步。天恒司接入负责人替换池，是为了同步重大风险预案。若个案影响三界稳定，需提前建立处置路径。重大风险是清平镇案，还是我继续查清平镇案？调取清平镇稳定衡算记录。清平镇低位繁震，灾厄外溢风险可控，牺牲代价低，功德补偿可转入稳定池。可牺牲样本区，原来他们不是没人救，是被撑过了。牺牲代价低，谁定的？根据人口数量、功德承载、灾害外溢、仙界资源压力综合判定。里面有一项叫人命吗？人命属于凡间变量，不单列。天恒不称善恶，不乱冤屈，不判功过，只衡量风险，编动资源，稳定。所以清平镇死的稳定，就可以死。如果一座镇的死可以被写成稳定，如果求救可以被写成圆满，那功德还有什么意义？我要看变量密室。变量密室不属于本案，接入对象里有我的名字。清平镇是样本，我是变量。既然撑过清平镇，也该撑过我。不可控变量沈不贤，功德过后战力过高，流程服从度低，舆论感染性强。他们夸人还挺别致。变量处置分3类：纳入、转移、压制。可用则纳入，影响局部稳定则转移，持续扩大风险则压制。我现在是哪一种？正在判定。权限冻结，先级复合，天界主验。坏了！
记录册被封了，我的面试资格也按了一下。天恒司还挺公平，连扫把都不放过。沈不贤为凌霄殿钦定协查先使，天恒司无权私自处置。谕旨是权力命令，处置预案是稳定命令，二者冲突。先执行稳定预案，再回报凌霄殿。连玉帝的话都要先过你的秤。雷部直节奉预案执行天劫重验，对象沈不贤，确认。我上一次见这东西，劈了99刀。这不是普通雷劫，是复合劫。都一样，反正都爱劈我。天劫重验，第一重。沈不贤，别硬扛。我一直都是硬扛过来的。复合项目1，沈不贤飞升功德。复合项目2，天道接引合法性。复合项目3，临时先级稳定风险。你们连天道都要查，所有影响稳定者，皆可复合。停住了！天雷未发，他认得我。天道原始功德留痕，这是他飞升前的功德，不是飞升前，是天道亲自记下的。斩妖800，护城37，补天裂1次，封魔窟6处，救凡人不可计。功德过后，战力过高，应提高不稳定权重。景无恒，你在天界面前改功德权重，天恒只看稳定，你胆子真大。天雷偏转，稳住组合盘。变量沈不贤，天道原始功德无法压低，稳定值算法冲突，处置预案失效。你们的称坏了。你们可以称风险，可以称波动，可以称稳定，但天道亲自记下的功德，不归你们责算。景无恒，天劫重验已失效，变量扩散，启动终极预案。还想称？天道原始功德留痕，封住他！晚了。天道原始功德留痕，封住他！晚了。未经天恒归档，皆需封存。封印无效。天道留痕，不受私属封档。你们的章盖不到天上。可反查关联残愿与功德去向。关联残愿，那就查清平镇。清平镇残愿已纳入稳定处理，不得擅自上浮。不得上浮。我不是问你，我是让天道查。无法及时处理的残愿会成为3界不稳定因素。天恒司会将部分残愿导入稳定池，转化为稳定资产，用于维持更大范围稳定。私人求救也能叫资产。清平镇残愿已导入稳定池，王首府土地功德已测算稳定值。清平镇百姓残愿不予上浮天听。他们连喊冤的路都给堵了。王首府守了1座镇，死后连功德都没留下。你们把它折成了稳定值。稳定池在哪？天恒司核心不对外开放。不用你说了。里面有声音。残愿。清平镇在里面，清平镇只是其中一部分。稳定池不得开启，否则会影响3界稳定。天道在开门。这么多，这些都是无人回应的愿。不止，还有被压下去的功德。他们还在。30年，他们一直都在。上界，终于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
清平镇土地王手符，请求重开天庭。重开天庭将冲击天庭稳定值。压回去。你试试。拜托，这次不退回。压回去。重开天庭将冲击稳定值，那就让他冲。你要用自己的功德托他。他们说我功德厚，那就让他有点用。我们能出去了吗？天上会听见吗？会。清平镇残院一旦上达凌霄，各司旧账都会被牵动，稳定池会连锁反应，天庭秩序会被动摇。你怕天庭被动摇？天恒司职责就是防止这种事发生。清平镇喊冤不会动摇天庭，动摇天庭的是你们不让他们喊冤。你怕的不是天庭乱，你怕的是你们用死人换来的太平。终于有人要听了。稳住光层，路开了。天庭，去吧。这次谁也退不回去。天庭通道，安静。平平镇土地王手符，请求重开天庭。我们烧了30年香，没等到回应。孩子死前还问土地爷会不会来。天上现在看见我们了吗？朕听见了。记录，并查此前何人来愿。清平镇土地王手符，残愿上达。清平镇百姓残愿上达。状态：重开天厅，切断通道。切断失败。天厅开了，就不是你们想关就关。清平镇不是低位凡镇，不是可牺牲样本区，也不是稳定资产，它是一桩案子。不止清平镇，长柳村、白水渡、黑石乡、青芦岗，封住所有残院响应。来不及了。不止清平镇，长柳村、白水渡、黑石乡、青芦岗，封住所有残院响应。残院共振扩大，稳定池出现污染。污染？一处残院上浮，会诱发更多沉底残院响应。残院若继续响应，稳定池会失控。失控？他们被你们压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只是终于能出声。这不是暴动，这是排队喊冤。长柳村上报过瘟疫，我们烧过香，求过药，也等过天上回信，可他们只写灾厄已缓。白水渡水随吞人，渡口连年求告，后来账上写水坏自然消退，他们都被写掉了。长柳村残院上达，白水渡残院上达。继续记。所有上达残院逐一记录，所有涉及私属逐一标注，所有已入稳定池者逐一立案。遵旨。启动封池令。主事，凌霄殿已经立案。天恒司先保稳定。封池令被天道雷文阻断，强行推进。天厅已经开了，你还想当场堵嘴？天庭不是最讲流程吗？那就按流程来，一院一案，一案一查，一查到底。清平镇案已立，长柳村案已立，
白水渡岸、以利、黑石乡、清流港、赤桑渡、带路。继续。下面还有东西。退后！你知道下面是什么？这东西不该存在，可它存在了很久。残院涉及多司失责，旧账牵连，稳定值下滑者，可导入稳定池，状态标注为沉底，功德可折算稳定值。残院不与上服天庭。上服须经天恒司主事与天庭中枢共同复核。天庭中枢。上服须经天恒司主事与天庭中枢共同复核。天庭中枢。天庭中枢不是普通司属，它是凌霄殿、天书院和高阶司属共同维持旧令的核心机制。也就是说，不止天恒司，不止。中枢复核记录属于最高旧令留痕，临时核查组无权查阅。共同复核里，共同的是谁？看来里面有不想让人看的名字。你不能把总策送上凌霄。既然叫中枢共同复核，那就让凌霄殿共同听一听。万院沉底总策，上达。开中枢复核台。中枢复核台已起，需地印、天恒司印、监察司印、功德司印共同开启。挺好，今天印章都在，四印齐落，方可开启中枢旧令留痕。少一印呢？不可查。天庭真厉害，连查错都能先排流程。季主事，到你了。中枢旧令留痕开启，将造成更大范围稳定冲击。冲击稳定，还是冲击你们的旧账？季无恒，臣在。朕命你落印。中枢旧令留痕开启。清平镇上服申请37次，复核状态驳回。长柳村上服申请驳回，批示维持沉底。白水渡上服申请驳回，批示不予扰动。黑石乡上服申请驳回，批示稳定优先。写得真干净。地印状态留白代行，代行机构天书院。天书院。清平镇不予扰动，维持沉底。同类陈院依旧制处理。终于有人说人话了，虽然说的不是人话。陛下没有钦裁这些陈院，但有人借留白地印，让每条烂账都长得像地令。地印可代行，天听不可代听。天书院是拿陛下当挡箭牌。天书院问询令，请临时核查组沈不贤、太白金星、文道恒至天书院听令说明。这次不是我听令。请临时核查组沈不贤、太白金星、文道恒至天书院听令说明。这次不是我听令。这里比天恒司还安静。天书院不需要吵，因为他说的话会变成令。天书院问询正厅，不得携带兵刃，请沈先使谢剑入内。你们叫我来听令，还想先谢我的剑？如果只是问询，他不会出鞘；如果你们想定罪，那他更不能谢。天书院问询不靠谢剑立威。问询事由1，擅起万院沉底总策；问询事由2，扰动天听秩序；问询事由3，冲击中枢旧令。听起来我挺忙，沈先使可做说明。那我也问3个问题：谁给你们代行地印的权利？谁批了万院沉底？谁负责那些被压住的残院？天书院代行地印，源于旧制授权，用于地印留白，事务需及时维持秩序之时。所以你们能替玉帝批，不是替玉帝批，是代中枢维持。代行旧制，是为了暂行事务，不是让你们长期压下万院。
更不是替陛下隔绝天听。万院沉底牵涉3界稳定，属于连续性旧制事务。既然要问边界，就看旧令。天庭的错都藏在柜子里，天庭的秩序也藏在这里。凡依中书旧令稳定旧制，帝印留白代行所作批示，均视为秩序维护，非恶意谋私者，不以失职论。依旧令执行者不追责，除非能证明个人谋私。压下万院不算失职，旧制之内算秩序维护。如果他们都不算失职，那清平镇谁负责？中书会启动复盘，纠编旧制。万院沉底已超出临时核查组权限，建议终止外界调查，改由天书院牵头中书内部复盘。查到你们头上，就叫超权限。玄威，臣在。带中书免责旧令上凌霄殿。这回轮到他听。中书免责旧令上殿。听臣。压了不止一座镇，当然臣。万院沉底源自天庭旧制，免责旧令保护依制实行者，避免私属因旧制后果被无限追责。你们这旧令有个前提，非恶意谋私。如果证明有人谋私，还免不免？清平镇功德补偿入稳定池，稳定值折算升仙考绩，升仙考绩再变成升仙名单，这叫没人谋私。受益不等于谋私，旧制折算造成的利益流动，不代表执行者主观恶意。好，那就看有没有预谋。名册没暴露前，我已经在替换池里，条件写得很细，外地先、临时协官员、功德后无正式先级。如果不是预谋，为什么提前给我留位置？臣愿结算、升迁，连背锅人都提前排好了，这还不叫恶意？免责前提非恶意谋私，反正功德入考绩、升迁名单受益，责任人替换池预设背锅人。前提没了，免责还在吗？旧令不稳。原来旧令也怕证据。反正只能说明个别执行链条存在问题，不能直接废止中书免责旧令。列成这样还能用？旧令未废，仍有约束。帝印可代行，天听不可代听，旧章可辅正，不可遮怨。中书旧令能否盖过天听？中书旧令与天听反正冲突，臣请天律碑裁决。他把案子推到天律上了。准。天律碑受诏。终于不是人批了。天听不可欺。那就好办。天听不可欺。那就继续听。天听不可欺，是指残院证人不得伪造、遮蔽，但天听不等同于废令。中书旧令仍需天律逐条裁定，那就逐条。功德不可夺，功德不可夺。天书代行帝印，天恒稳定池，考绩阁升仙考绩，功德司账目执行，责任人替换池。一条链锁住了万院。残院不与上服天听，功德折算稳定值，责任替换预设，天律初判，设7天执行。执行链存在问题，天书院不否认，但旧令未废，仍有约束，设7天，不等于最终定罪。你是真会把活人说回棺材。旧令不得免责7天之刑。他不保你们。中书免责旧令适用前提失效，设7天执行链，不得免责。现在还有谁要用这条旧令免责？
万院臣邸制度暂止待审，稳定池不得再押至上福天听，既有臣愿逐案登记。残院开始按地名排序登记，他们终于能排队了。万院臣邸就职可暂停，但天书代行地印权涉及天庭整体运转，不可因一案直接废止。你们这权还真是长在骨头里。天书代行地印权暂不废止，需审查地印留白授权源头，调取原始立命人，首批会签人。调取万院臣邸至原始立名人，首批会签人，地印留白授权源头。终于不查跑腿。首批会签方：天居院、天恒司、凌霄中书。殿上查完，查到殿后了。调凌霄中书殿后记录。遵旨。这一步才是真的进殿了。殿后密格记录不属普通中书卷宗，需子臣令亲自落印，方可开启。子臣令是谁？子臣令是凌霄中书殿后执笔人，负责地前代阅、密卷分流、留白地印前置批注。也就是案子到陛下案前之前，先过他的手。臣苏问衡见过陛下。肃清。终于从殿后出来了。凌霄中书确曾参与首批会签。当年凡间残院集中上浮，3届稳定制波动，中书参与的是风险分流建议。建议完，万院就沉底了。万院臣邸原始立令，残院上浮冲击稳定者，可暂入稳定池。会签方：天书院、天恒司、凌霄中书。机构写得清楚，人名藏得挺好。旧制会签有风名保护。保护谁？天律审员，风名无效。地前代阅，暂按中书稳定案执行。地前代阅，不是地批。批注人：子臣令苏问衡。你批的。地前代阅不是地批，那是中书面对突发稳定风险时的临时执行意见。临时。地前代阅这4个字很好用，出事时像还没到陛下面前，执行时又像已经快到陛下面前。你替陛下挡了，也替自己藏了。苏问衡交出殿后密格校印，所有殿后密卷暂由天律碑与监察司共同封存。臣遵旨。殿后密卷自动浮出。原来你们早就准备关门了。终止天听预案。原来你们早就准备关门了。终止天听预案，并常态规执行令，它只用于极端情况下的中枢应急，防止万院同时上达，造成凌霄秩序失控。你们把听见冤屈叫失控。触发条件：万院上大，天听重开，旧令受冲击。这不是怕秩序失控，这是怕证据上殿。处置目标1，切断天听响应。处置目标2，回押残院。他们连最后这条路都想堵。断听阵模拟完成。模拟完成，看来不是临时预案，是成熟方案。地前静默，你们连陛下都要隔开。是暂隔异常天听，你们替陛下挡冤，替自己挡罪。谁准你们设地前静默？陛下，此为极端风险预案，尚未正式执行。没来得及执行，
不等于没准备。若万院同时冲击凌霄，天庭威信会在一夜之间崩塌。中枢职责是保天庭，不是保某一桩案子的全部情绪。你保的不是天庭，是不被听见的天庭。你怕的不是万院冲击凌霄，是凌霄听见之后，再也不能装作没听见。断听之令为天听本律，天听不可断。凡涉残院上达，任何私属不得擅断天听。门开了，就别想再关。苏问衡，解除殿后秘阁权限，子臣令玉牌，暂由天律碑封存。臣遵旨。请陛下暂避天听，由凌霄中书代为处置万院上达。你们连听都想替陛下听？万院同时直达御前，可能影响地段。凌霄中书提出暂避，不是夺权，是护地，也是护天庭威仪。真会说。暂避天听，不是护地，是代听。代听之后就是代判，代判之后就是代行帝意。代听范围：万院上达残院正言旧令冲击事项，处置方式：筛选、渐缓、转中枢复盘。听见之后，先筛掉。这也叫护地？朕何时准你代听天听？陛下，此为殿后中书御案，不曾正式呈请御前。终止天听御案，确非帝命，是凌霄中书应对极端情形的殿后御案，不是帝命，却敢写请陛下暂避；不是帝批，却敢代处万院。帝听不可闭，天听既开，御前当闻。他说的比你们明白。帝前静默条款为天听本律。朕若闭天听，谁替三界听院？朕不闭天听，凡万院上达直入御前，谁敢代听？按七军论，御前直听即刻开启。御前直听开启。清平镇案、长柳村案、白水渡案依序上达。逐案听。清平镇土地王守福，请天庭重查清平镇30年灾厄。准听。长柳村案上达御前，白水渡案上达御前，黑石乡案上达御前。天律问泽光，锁定子臣令苏问衡，地田静默。天听开了，第一个听的就是你。御前问责名单生成：苏问衡、权威令君、纪无衡、裴观澜、陆玄章。陆玄章、裴观澜，从功德司到凌霄中书，终于都在一掌之上了。第一问责人，子臣令苏问衡。轮到你听。第一问责人，子臣令苏问衡。你听见了吗？问责事项1，帝前代阅批注；事项2，终止天听御案；事项3，代听御卷；事项4，殿后秘阁权限滥用。臣确曾参与殿后批述，也参与终止天听御案封存与中枢流程安排，臣愿承担殿后流程责任，但臣不认恶意谋私。其一，是否知情；其二，是否批注；其三，是否预设断听。知情，批注是臣所作，断听御案是凌霄中书殿配后草拟，臣参与封存，帝前代阅批注记录，终止天听御案封存记录，代听御卷草试记录。臣没有取清平镇一分功德，没有借稳定值升迁，也没有将残院功德转入自己名下。臣所做
是维持中枢运转，不是把功德装进自己口袋才叫谋私。保住自己的权力位置，保住中枢代听代判的旧制，保住一个能让死人闭嘴的流程，也叫谋私。臣愿以子臣令之身，承担殿后流程全部责任，请停止扩大问责，保留凌霄中枢旧制运转。若御前问责不可避免，则由子臣令承担殿后流程责任，中枢旧制暂缓废止，改由内部复盘。连认罪都写好流程了，你不是在担责，你在用自己当最后一道挡板，把所有问题归档成一个人的流程责任，好让旧制继续活下去。待罪归档，不得遮蔽旧制审查；个人问责，不得替制度免责。人责节点已连入旧制执行链，个人问责与旧制审查并行，这才叫一查到底。若只问一个人，清平镇30年算谁的？万院沉底旧制同步终审。终于问到他了。开启万院沉底旧制终审。审人之前，先审这口池。核心争议1：含院沉底；争议2：功德核算；争议3：天听遮蔽；争议4：旧制免责。旧制初衷是暂缓极端残院冲击，清平镇之祸源于后续私属执行失衡，折算异化，问责失位，不应将旧制原始目的一并顶罪。正1：残院曾上报；正2：上报被退回；正3：残院被沉底；正4：功德被折算。清平镇四证俱全，长柳村四证俱全，白水渡四证俱全。一个制度如果从一开始就允许残院暂不被听见，允许功德先被折算，允许复核无限后制，那它不是后来坏了，它是生来就用来遮天听。万院沉底旧制曾在3届动荡时期稳定过凌霄秩序，它阻止残院集中爆发，避免更大范围恐慌。稳定谁？天律追问：稳定以谁为代价？若稳定要靠没人听见我们，那这不是稳定，是把清平镇埋得更深。天律重审，万院沉底旧制违背天听本律。万院沉底旧制今日废止，不得以稳定名义压制残院上达。天衡司稳定池改为万院登记池，旧制压制层封存。他们不用再沉下去了。清平镇案登记完成，长柳村案登记完成，清平镇案御前直听正式入册。终于没有退回。清平镇案列入御前重查第1案。御前终审问令生成：苏问衡、玄威令君、季无衡、裴观澜、陆玄章入御前终审。 5人入审，御前终裁。最后一场了。5人入审，御前终裁。一个都不少。是否承认殿后代听御案？承认。是否承认御案未经帝令？承认。 是否以旧令免责，阻止继续追责？臣维护的是旧令效力。是否导致陈院责任延后？结果如此。
是否下令押回平平镇残院？是稳定池应急处置。是否启动封池令？启动过。清平镇功德补偿则算稳定值，稳定值计入升仙考绩。臣疑旧制则算。旧制废了，你还剩什么？清平镇灾厄解除后红报回天，实际去向稳定值衡算。你批了假用途。臣批的是付账流转，五账并审，清平镇案责任链闭合。这才是他们不想让天庭听见的东西。预案未正式执行，旧令未废，臣需维护。稳定池按规处置，考绩折算依旧制。付账按流转审批。没执行不代表没准备，旧令未废不代表能7天。按规处置不代表能押院，依旧制折算不代表能夺功。按流转审批不代表能改去向。今天谁都别退回流程里。你们都说自己只走了一步流程，那到底是谁亲手把清平镇沉下去的？平平镇案责任链闭合，五责并列，缺一不可。这才叫亲手。仲裁未出之前，5人不得离殿，不得传令，不得接触旧卷。五丈证据封入御前中裁卷，不得撤回，不得改写，不得封存。御前中裁即将生成。请天听开启者沈不贤做最终陈述。请天听开启者沈不贤做最终陈述。说，我不是清平镇的苦主，不是长柳村的亡魂，也不是白水渡的摆渡人。我不替死人原谅，也不替活着的人轻轻接过。清平镇死了30年，王守福喊了30年，这不是误会，也不是流程小错。如果今天只罚几个人，明天他们还会说是某几个人坏了，然后流程换个名字，旧制换张皮。最终裁决不能再写依流程执行，谁都别躲回旧令、预案、稳定池、考绩账、付账里。流程不是棺材，不能把死人再盖回去。凡残院已入天听，不得返回流程；凡已登记案号，不得撤销、压制、改写。这才像话。清平镇案必须列为御前重查第一案，灾厄源头要查，功德流向要查，30年所有退回记录也要查。平平镇案列御前重查第一案，功德流向、灾厄源头、责任链条逐项重查。准。沈仙使，多谢。别谢我，是你自己喊了30年，是清平镇自己没有散，你们自己走到了御前。最终陈述采纳，3项内容写入御前中裁。遵旨。最终裁决恢复生成，五责成立。落锤吧。五责成立。继续。五责成立，5人依责受裁，不得以流程、旧制、代评、换算、付账剥夺。苏问衡夺子陈令，封殿后秘阁权限。玄威令君暂停天苏代神权。季无衡解除天衡司主事权限。裴观澜暂停考绩阁主事权限。陆玄章封功德付账审批权。清平镇功德补偿立即追缴回田。
5处私塾依令封闭。5名问责人入天律押审。清平镇听见了。清平镇案，功德回传启动，追缴稳定池横算功德，回填灾厄补偿与狐报修复。立即执行。第一笔追缴功德，回填清平镇案。土地爷，我们是不是不会再沉下去了？不会了，他们听见了。功德回填只是第一步，清平镇30年灾厄源头还没查，谁让灾厄持续30年也还没查。清平镇灾厄源头异常，记录显示非自然灾厄，曾被外力标记为不可追查。清平镇灾厄源头异常，记录显示非自然灾厄，曾被外力标记为不可追查。那就先追这个。天律碑破封。不可追封封印失效。调升平镇灾厄源头旧档。臣遵旨。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？清平镇灾厄源头旧档开启，灾厄类型转嫁灾厄，承灾地清平镇，镇眼镇恶丁9枚。不是天灾，是有人塞过来的。清平镇地下镇恶镇仍有残留，9枚钉子钉了一个镇30年。我守清平镇多年，从未见过这些阵眼，也从未有人告诉我，清平镇是在替谁承灾。9枚镇恶丁均为人为不赦，非自然灾厄。清平镇不是倒霉受灾，是有人把本不该他承受的灾异塞进了他的地脉。再让土地、百姓和残院替别人一点点消化。转嫁原县正在显形，左侧原始灾厄地9要先成，右侧转灾目标清平镇。原始灾厄应落地9要先成，实际成灾地清平镇。9要先成灾厄减免，福运稳定。要9教先成当年灾厄档案。转加镇审批记录、镇恶丁来源记录一并调取。遵旨。原来不是天灾，不是命该如此，是有人选中了清平镇。这次不会退回灾月司，不会转中书复盘，也不会写成旧案待查。他已经进了御前直厅，谁标的不可查举就查谁。清平镇灾祸转结案列入御前直查，不可追开封印来源，同步追查。诏令执行。原始受益地9要先成。下一笔账找到了。原始受益地9要先成。下一笔账找到了。清平镇案第1阶段结案，责任链成立，灾厄转加事实成立，功德回填启动，源头转入御前直查。清平镇案不得退回任何私属，不得改列内部复盘，不得以旧案复杂为由暂缓。清平镇残院规则开始，按户籍与案号登记，不得退回，不得铲底。清平镇土地还在。清平镇残院按户归册，一个个来，不急。9要先成灾异转嫁案，御前立案，调取原始灾异档案，转嫁镇审批，
镇恶丁来源受益名单立案。清平镇的第一笔账落下了，下一笔账查酒药。酒药先成，有函上呈。呈上来。酒药先成呈函。清平镇成灾非转嫁，乃自愿代偿旧约，请驳回御前直查。清平镇没有自愿，土地没有自愿，百姓没有自愿。自愿代偿旧约，那就查旧约。